2024的时候，那股票4次熔断发生在这个年初的时候，4次熔断呢。那时候不是很知名的梗图，叫做巴菲特说这是我做股票这投资生涯里面第一次看见，然后短时间之内又第二次，这是我投资生涯以后唯2见识到、唯3见识到、唯4见识到。股票每次都是这样啊，就很恐怖啦，就是你的资产会上冲下洗了。此时就要搬一个经典的那个计算模型，就是说这不难就是说假设你100块的股票跌到50块，这样的话就是赔了一半的钱嘛。请问50块涨回100块，你需要涨多少？很困难呢，就是很困难啊。我要表达的模型应该你听得懂这100变成50，50你看你要拿多少报酬率才能回到100就是这样。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下，假设你的资产都在成长，可是你遇到一个，你只要长期在股票市场里头，你又买市值型 ETF， 你怎么可能不遇到股灾？那你的资产就会直接可能是减20%、减30%。你之后要涨回来，不是涨30%就涨得回来，因为你本金变小了，你不是涨30%你就回来了呢，对不对？这个想一想就知道了，就很恐怖啦。租屋买 ETF。跟5倍杠杆去买房，30年资产差近2倍 ，ChatGPT 试算震撼曝光反正就是买房跟那个买 ETF 啦，然后来摆30年，大家来拼拼看啦先说结论，不用想了，30年后以台湾来说，买房一族的资产会大胜 ETF。你要骂你在留言区骂反正就是这样。每次讲到这个，就一堆那个股票的跑进来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这次台风高雄的停电户数最多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房跟买市值型 ETF 哪个好。这次我们就来聊 PTT 上的一篇发文标题我念一下，新闻：买房买入市值型 ETF 哪个绩效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内容。这个就是用 ChatGPT 计算买房投资和租屋然后去投资 ETF， 两者的报酬起始资金都是200万，买房主就发动首购去买1000万的房，贷款800万，房价我们就算年成长 5%， 然后租房一族就去买那个0050大盘 ETF 每年年报酬是 10% 的增长那租金的话，那个我们就算第一年是25万，然后每年租金成长 2%， 就租金也会涨那个2%怎么来？就是我们主基数的那个通膨嘛CPI 指数。那我们就来对比30年后的两组报酬，跑出来的结果是买房主30年后净资产为7211万，那租屋一组是4837万差距非常的大。而且租屋一组所有的操作就是他去买那个市值型 ETF， 那买房一组在增贷以后，只要房价有起来，在增贷以后是不是也能都做同样的操作？对好，那这个正反两方自然就会有相当激烈的论战嘛这是一定的。我每次讲到那个股票跟房地产就会有那个股票冲进来，然后房地产冲进来会吵架。好，然后这次我在这篇发文的下面有看到一个留言，你看能不能找到哪一楼是我盖的所以你要知道买房一族为什么会大胜那我们就来讲说，为什么买房一族最后都是大胜不就5倍杠杆吗？对不对？这个已经讲到不想讲了你去看我这支影片越晚买房更有利首购的投报率可以拉到 33.5%， 这支影片哪一支 ETF 你可以保证每年都有 33.5%？ 你想要弄到 30% 以上的报酬，除非美股不然就是被你压中标股不然就期货。你有本事压到妖股，你也不会来看那个房地产市场就这样。就算你真的技术面很强了，你可以连续5年都 30% 报酬以上，就算了那我问你，去年的美股4次熔断那我问你，今年的川普血腥7日你有做到提前防守吗？对有多少人是这时候就被抬出去了那你看血腥7日对台湾房地产目前的影响是什么？尤其是中古屋族群叫做几乎没有影响，就这样这就是不动产的坚固性，不动产的威能它涨很慢但是它也很难跌，就这样。真的要跌，也是出现了某种真的是大事大代志影响台湾整个格局的大事，甚至是世界性的大事。那当出现这个大事的时候，你手上的股票你还保得住这个每年的投资报酬率吗？对不对？
最后你要知道，长线布局买房还是赢。那我知道有人就会来嘴说啊，不应该跟 ETF 比啊，他买 LVD 啊，这个8000倍的报酬啊，怎样怎样怎样。对，没错啊，你买股票的短期报酬真的都会大赢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在股票一族的眼里还不会动嘛，就是这样。那我要让钱滚动，我为什么要去放房地产？都合理，都合理。这就是政府给我们的装备嘛。你看我们这些自产一族，首购8000，有这个神装你不穿，就是莫名其妙，就这样啊。而且我跟你说，我自己看这个模型的年租金涨幅，其实被抓低了，你知道？你看这张图，2%是低标，你知道？那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我简单讲一下，它就是统计了双北的2023到2024的租金涨幅，最猛的也不是台北市，是板桥新北市这里板桥的租金涨幅 14.7%， 然后最烂的是台北市中正区，只涨了 0.6%。刚才那篇新闻里面讲租金 2% 的情况这里面刚好就有汐止汐止是涨幅倒数第2名。如果是我来跑这个计算的话，我应该会把每年的这个租金成长从 2% 把它改成 5% 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房子的取得成本怎样变贵，跟持有成本也在变高像今年收到这个房屋税应该很有感，而且政府怎样，它就是也在各种，它没有说你不能够涨租金嘛，就是这样所以未来租金的涨幅会是更加惊人的。也就是说买 ETF， 然后你报30年的时候，可是你要租房子实际上你的收益会低非常的多。结论就是你能上车还是赶快上车吧。开始吵架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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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那个留言区未看先猜一定会出现什么我的这个计算是建立在房价未来30年都会涨的前提之下才能够这样但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去住30年的房子都住在同一间了至少我们主计处的统计，我看那也是10几年前的统计，我有印象的啦，说国人平均换屋12年，不管你是小换大还是旧换新反正就换屋，或是这个换屋讲的是你的户籍去异动那他并没有直接讲到说你的旧屋被卖掉并没有所以说我们以台湾人的尿性而言更多会发生在什么情况，就是他就用首购8000买了
那之后不敷使用，它旧的也不见得会卖啊，都是怎样？都是用另一半的首购再去买一间然后就买比较大的或买比较新的，然后家里搬过去，这些怎样租人？不是都这样吗？真的都这样啊。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跑这个同个模型啊，以这个买房一族来说，还会多租金收入啊。租金收入就是你这个真的要比你抓短期啊，股票怎么抓怎么赢就是我们狂垫我们这个房地产的但是你一抓长期，即使是高雄这个停滞了20年，对不对那就不一定鹿死谁手了。为什么？因为股票的股灾密度实在太大，这就跟那个台风一样那去年来了2颗凯米跟三陀尔，都从高雄登陆，高雄那考里来啊。这个凯米台风先来的时候说什么100年难得一遇，从这个西南这样登陆的台风，然后刚好爱河又大潮，又怎样淹水确实也淹了。我之前不是还讲，我直播也有讲嘛，就是那个日安地球那个社区很恐怖，地下室1、2、3楼就是要 B3啊然后你这样过去的时候，新闻的照片就是水都在1楼，那底下是灭顶的，到这种程度，100年难得一遇，我靠！好，遇到就遇到啊，谁叫这是100年难得一遇，然后1个月后又来个三拖尔靠腰，这个100年一遇反正现在极端天气就是这样。然后股票市场也是啊，在这个2024的时候，大家就是时间过了就忘了痛了2024的时候呢，股票4次熔断发生在这个年初的时候，4次熔断呢，那时候不是很知名的梗图，叫做巴菲特说这是我做股票这投资生涯里面第一次看见，然后短时间之内又第2次。这是我投资生涯以后唯2见识到，唯3见识到，唯4见识到，股票每次都是这样啊，就很恐怖啦，就是你的资产会上冲下洗了。此时就要搬一个经典的那个计算模型，就是说这不难就是说假设你100块的股票跌到50块，这样的话就是赔了一半的钱嘛。请问50块涨回100块，你需要涨多少？很困难呢。就是很困难啊！我要表达的模型应该你听得懂这100变成50，你看你要拿多少报酬率才能回到100就是这样。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下，假设你的资产都在成长，可是你遇到一个，你只要长期在股票市场里头，你又买市值型 ETF， 你怎么可能不遇到股灾？那你的资产就会直接可能是减20%、减30%。你之后要涨回来，不是涨30%就涨得回来，因为你本金变小了，你不是涨30%你就回来了呢。对不对？这个想一想就知道了，就很恐怖啦，我真的不喜欢。然后房地产未来会不会永远上涨？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有租金收入啊。尤其是现在会看我的节目，小资族应该非常的少，因为我现在回答我那个赖的问题，干大家的题目都很难啊，都是贷款变化球啊，所以都是有其他房子。OK， 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租金收入啊，租金一直以来都是大涨的至少在近几年大涨的幅度非常的明显，从租金实价登录对不对？从租屋补助开始，这个租金都被在往上，还有台电的那个，你一定要按照那个台电的计价来收费，租金都会大涨。你又有租金收入大涨的补血之下，租金随通膨大涨对不对？你的资产怎样也随通膨大涨没有差。即使是遇到这次的那个台股血腥7日，也就是川普在清明年假的时候。今年的清明年假很近不要又过了几个月忘了痛了就宣布全球抽关税嘛然后台股就是暴跌，大盘开放成10%还跌停我靠，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根本没做股票，可是好刺激就在那看就在那看，哇靠，那个一直往下探就这样，然后我们再放清明年假那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开盘就遇到这种情况，好刺激我本来想说哇，那房地产会被怎么联动，现在看起来就以我中古屋这边来说，几乎没事一定会有那个爸爸妈妈要卖房子然后紧急要去救儿子女儿，因为股票被嘎爆了怎么样？但它很零星嘛，它影响不了整个盘面。OK， 好，总之就是这样。房地产在未来会不会永远上？没差，我们有租金收入，租金会涨。然后在潜在房地产其实你要爱去做市值型 ETF， 这多的是这种人，好不好？叫做股房双刀流。这我之前也拍过影片啊，先买股。年轻人出社会先买股还是先买房我一律建议先买房，钱不够跟爸妈借就是这样，跟爸妈借，他总不会在那边像银行一样你逾期未还，我给法拍都可以谈的嘛就是这样。好，那你先上车啦那之后不涨就没关系不涨不跌都没有关系。房地产你要看到明显的下跌是困难，预售市场另外因为我这边我都讲我的中古屋，尤其是高雄的中古屋。
而且啊，它房价有显著的一个僵固性，这个道理，僵固性也很好理解哦。虽然这是什么经济学的名词，总之就是说，你现在找一个老房东，他取得成本是多少？你现在他便宜打折卖，就是 kimoji 问题啊。他租金收好好的，租约还没到期，他为什么要去再便宜把它卖掉？就一个原因嘛，家里出代志哦，可能要救儿子女儿哦，那个血腥气被嘎爆之类的，就大概就是这样，家逢巨变。哦，这个每次讲这懒得说啦。总之啊，我们换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哦。你现在孑然一身，然后起始资金给你200万新台币，脱光光的哦，然后站在黑暗之中，然后眼前有2道门，一道门是股票哦，一道门是房地产，然后你买了之后都不能动，哦，未来30年都不能动，你要开哪扇门？对啊，你什么情况你去开那个股票那扇门？你有没有想到也会怕啊？先来买间房子保保底再说吧。然后股票市场也是啊，我现在讲的都是散户哦，因为那个大户哦，那个易来易去也不会开买房阿元吧，我觉得啦虽然也有啦，那问题都被问过。总之就是你看哦，股票市场赚到钱的人心里想什么？哇，你股票那么好赚哦，你这个从那个台股血腥7日以后，你居然有办法抄底，然后到现在我靠，这样子你直接赚了8倍啊！你说什么？你用500万去赚到8倍，现在有4000多万，好啊，那么好赚，然后你把4000万全部再放进去，再赚一次它的8倍。谁敢啊？对啊，谁敢啊？有这种胆识的人，他也不会做股票，他会做什么？他会做那个虚拟货币。总之就是这样啦。这2道门里头，股票大门跟那个房地产大门哦，这个房地产的胜率大概90%，可是它的涨幅就很安稳，然后跟那个股票的胜率可能25%，哦，可是它的有可能暴涨，也有可能暴跌。你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会去开那个股票的门哦？就一种人会开，股房双刀流嘛，他自住已经有，或者他住家里，他就去开股票，就在说了。总之就是像我们这种房贷一族输不起啊，输不起哦。我们在打一场财务游戏的情况之下，我们的优先先决条件并不是赚多少钱，而是什么？就是我不要赔钱为前提。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保守的人就是做房地产。我这房地产频道，我们在跟你讲股票，我们就是深信这个保守的样子啊，我们才来做房地产的。所以股票给他们去玩，而且做股票，我觉得他们生活好累好累哦。动不动美国又怎样，川普又怎样哦，动不动又怎样又怎样，新闻追都追不完哦。那个关税各种版本，最近又怎样，又什么概念股一大堆哦。我都觉得那个是一个自我沉醉，说我有花时间去研究，我有花什么所以老天应该要给我一个回报或者什么，实际上就没有啊。一个做股票30年的人，跟一个买房子30年的人，这个30年后谁的胜率大？至少在台湾的这个环境，给你当你要当哪一种人？你要当房子很多手上没股票的人，还是你股票很多一间房子都没有？你选。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
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